OK，大家好，大家吃晚饭了吗？假爸不喂？OK，我知道大家很喜欢问这个。OK，大家吃好了。我今天晚上没有吃饭，我去运动，刚刚喝了一点 protein，就这样子。可能等一下再点个炸鸡来吃吧。反正我今天的总热量是没有超过。OK，Anyway，讲回来今天要讲的是什么表？大家看到了吗？Edifice，Casio Edifice。你没看错，那个从机械就是所谓的计算机电子琴 F91W G-Shock 一直陪伴我们长大的 Casio， 在2025年它正式踏入机械领域。这个不是改个颜色叫新款的小更新，而是把整个战场往前面推的第一步。那在进入正式影片之前，先讲一句良心话，我没有收卡西欧1毛钱，我的手表全部通通都是我自己掏钱买的。都是我自己奋斗来的一分一毫 ，OK， 所以有些人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你有这么多表？对我的表很多可能是500块、1000块、2000块的手表 ，OK， 所以我才会说我很不喜欢去拍很贵的手表，因为这会让人有一种误解嘛。Anyway，我喜欢更贴近生活、更生活化的日用品。我觉得要买高端的表，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有办法，那你也不需要来看我的频道。但是我希望介绍的是一个大家都负担得起，然后可以戴得很开心，它是一种幸福的传递，这才是我做这个频道的一个想法。OK， 那我想你们要看名表的话，YouTube 大概就那几个台，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些台可以去看名表。那我这边就是我喜欢做的是比较亲民的手表，而这些亲民的手表里面非常多我喜欢的作品。那讲回来 ，OK， 记得新来的朋友、旧来的朋友，记得帮本支影片按赞。那还没订阅的朋友，帮我按个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影片里面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推出的影片。那如果影片里面有出现一些广告的话，那就拜托帮忙看个10秒钟，这对频道的整个演算法是非常有帮助的，好吧？那各位，我们就直接开拆。其实，蛮多网友在跟我这个讨论，就是在说，其实这一支 EFK 100我讲出来了，我应该讲出来的，自罚一杯。嗯啊，单一麦芽真的很好喝，没有18岁不可以喝酒。OK，Edifice 这个系列其实一直以来就是它有赛车感，然后可能是计时码表，所以我觉得，大家觉得这个表没有 G-Shock 的味道，G-Shock 的味道，当然不会，因为它本来就不是 G-Shock， 它本来就是 Edifice， 所以你可以说它没有 G-Shock 的味道，但是你不可以说它没有 Edifice 的味道。如果你们有把 Edifice 的简单的历史稍微去回顾一下的话，大概就会知道我在讲的 Edifice 的味道是指什么。OK， 那这一只表我上手，你们可以看到，就是它这个就没有给那个 pillow， 或者是那种那个叫什么海绵，它给的就是一个纸板，这个比较简陋一点点。果然不到1万块的手表就是这样子对客人的，真是过分，不花1万不是人，现实啊，这个社会。OK， 我们把这盒子放到旁边去吧。放远一点，出镜头，拜拜。OK， 这个表，我应该要试戴一下。这个表它是39mm， 厚度是12.4，表耳到表耳是43.5。大家看到了吧？这个表耳是非常非常适合所有的手腕，绝对女生也都可以轻松掌握。我戴起来的感觉，我来感受一下。好啦，不骗你们，其实我这个表已经戴1个多月了。刚刚是一个虚假的开箱，就是让大家更有代入感一点。但是我现在又突然觉得，我想把这个代入感打破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真实一点点。这个表它虽然官方是说是39，可是我实际戴上手上之后，更像是40或41的感觉。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有可能是它的这个光圈有放大的效果，又或者是它的这个4个表耳比较宽，
所以它会有视觉衍生的效果。可是你看它表耳到表耳的距离却又只有43.5，所以 I don't know， 这个简单来讲，它看起来非常的不小气，非常的大方。然后第一个是外圈跟中壳的整个线条非常的利落，那第二个是立体的时标，然后跟斜内圈这个刻度60个刻度，它是做一个斜的内圈，所以层次感可以把面积给放大。那第三个是链带头固定连接造型延伸的这个视觉的比例，它是 H 链，然后每一个 H 中间还有一个小的链带，所以你们在调这一个表的表带的时候要注意，这个表带做的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错。我自己换这么多表带，我第一次也不是第一次了，我换了这个表，我就完全没有想去换它的表带，我觉得这个表带设计的非常非常好。OK， 再来是面盘纹理这件事情，那有一些这个观众跟我说它的电柱盘不明显，或它的这个carbon fiber 叫碳纤维的这个面盘不明显，会糊成一片。但是我这一支，因为我这支表当初我就想要挑一支，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银色的面盘，就是我今年买了应该有5、6支的银色面盘，就每一支都是银色 silver。I don't know， 就是我现在就觉得银色、白色这种面盘就是大方、简约、耐看。那我这一支的白电柱纹很清楚，可以看到非常细致的这个乱纹，就算远看也会有像这种云朵般的层次。那更不要讲光一打的那个立体感。我不否认，也许每一个批次或颜色会影响你的视觉体验，但是至少我的样本是一个正加分的，而且银白盘在日常穿搭上非常百搭、干净耐看、好相处。那指标跟时标则是我另外一个喜欢的点，半镂空的指针末端有这个夜光，画面非常干净。唯一要吐槽的就是，如果日期框能做色彩融入，或者是加一个金属的框在外面，我觉得会更完美。不过以这个价位来讲，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。你们也可以比一比，这是我新买的这个 SRPL 03K1。OK， 这一个是38.5，一个是39，其实两个表径是几乎是一样大的，但是它给人的感觉当然就完全不一样，那给的内容也都完全不一样。OK， 这个表的外观处理，它是拉丝抛光交错，那平面的法丝纹非常的整齐，转折又留了亮面，然后再去切过去，所以它每一个表带的表节都很有那种折射的那种折线的效果，非常好看。不光是照片好看，你实际去佩戴更好看。我觉得它完全表达了这个干净利落又不过分张扬的这个质感，非常合我的胃口。表带的部分我讲的久一点，是的，它是插销式，就是你们就是俗称的凤梨头插销也可以，不是用螺丝，也没有快拆，也没有这个微调工具，这些都是这个价位带其实很常见的一个取舍。但是卡西欧在这个形面与贴手两件事情上把分数拉回来。我觉得它的中节这一段有做一个斜抛光，那外节做拉丝，所以你就会在表带上面看到 H 钢带是拉丝，但是中节这一段又有做一段的抛光，它整个的层次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。OK， 再加上它是用的是 CNC 的折叠扣，整个手感跟安全感直接再加一节。我觉得这个价位能够给 CNC 的这个 clasp 是真的还可以把表带做得这么顺，是超乎我预期的一个产品。你们去看 Seiko 的1万块的手表，给的就还是这一种压铸式，比较廉价的，但是在卡西欧它就给了你这个东西。OK， 我知道大家可能又在想的就是，为什么卡西欧为什么要用这个 NH35 的这个机型？我再重申一遍，这是卡西欧 Edifice 系列第一次踏入机械领域，他们想要试一个水温，所以他们跟 Seiko 做一个合作，直接用 Seiko 的这个成熟的机型来搭配他们这个设定的入门级距的机械表，我觉得没有不合理。这个从商业 model 上面来讲是完全是正确的一个做法，因为 Casio 没有理由自己无缘无故在不知道消费者的习性的情况之下，直接拉一个产线来生产自己的机型。那你说他有没有能力？我相信他绝对有。
可是他为什么不这样做？当然他有他们的商业考虑。那他选择了这个 Seiko 的机芯，你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考量是什么。OK，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在这件事情上面过多的琢磨，对不对？毕竟这个4235、4236的机芯在 Seiko 大家不也买的很香、很爽、很帅吗？那怎么会到 Casio 这边就不对位了呢 ？OK， 所以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不影响的。OK， 这只表重量的部分在不锈钢垫的版本是150公克左右，我觉得它的分量感非常的刚刚好，也不会到过重。OK， 我们所谓的重大概是180克以上。那锻造碳的那一款当然就更轻。那你如果长时间佩戴、打字或骑车，其实钢款的这个贴服程度，它也不会到紧，也可以塞得进一个指头。那但它也不会晃手。那我觉得如果你们真的很追求极致的轻的话，你们再去考虑那个碳纤维的表壳。那正面使用的是蓝宝石，背面用的是这个矿物石玻璃，100米防水、游泳、日常都 OK。那使用边界非常的广，尤其是蓝宝石，你在这种捷运上面、公车上面跟人家擦撞的时候，其实比较不容易刮伤，你的安心程度可以高很多。OK， 那刚刚讲回来，就是 NH35 这个价位，它就是国民机芯，稳定耐用，好操，零件都到处都买得到，每一个师傅都会修。我们还是提一下，正品是21600每小时，24个轴承宝石，41小时的动力储存，有手上链跟停秒功能，该有的都有。OK， 那官方的日差我们也再次报备一下，是负35秒到正45秒。OK， 实际上只要你们如果真的那么 care 这个准度的话，可以请这个手表师傅帮你们做一下调教，那基本上就可以把日差落在10秒以内了。对于日常佩戴，你们想要精准一点的人，完全没有问题。那我很系统性的再提一次，就是有关机芯的这个问题。为什么不做自制机芯？我觉得那是另一个宇宙的投资额度、产线、供应链、维修体系、长线的这个迭代，还要承受第一代产品的可靠度的风险。卡西欧先选择用了 Seiko 的机芯当成第一只机械表，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稳健的开局。那售价也压在一个很漂亮的位置，大概就在$400左右。那实际不可能有人买到$400啊，一定会有一点折扣的。跟店家只要稍微有点认识，你不认识都可以有折扣。OK，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价格，让很多人也有观众是全家一起换了这个卡西欧的第一只机械表，当成他们家的一个纪念礼。我觉得这也很浪漫。我觉得这就是我常常在讲，手表给人的意义不光只是一个身份地位，或者是炫耀，或者是一个那么世俗的一个结论。反而当我看到观众跟我讲说他帮全家老小通通一人买一只的时候，我看着眼泪都快掉下来。就是玩表就是应该玩得开心，多少钱从来就不是重点，而是这代表的是时间把我们一家人凝聚在一起。当你抬起这只手的时候，戴着这只表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起这是爸爸当初买给我的，你会想起这是当初妈妈买给我的，你会想起这是当初我们全家人一人都有一只的，而这只表就会变成一辈子的成长。That's what I'm saying. OK， 这只表还有透背，可以让你看到摆轮、自动盘。那当然它没有什么打磨，就是工业风啊，讲好听点是工业风啦，其实就是省成本风啦。就是有钱的就有钱的啊，巴洛克风啊，极简风啊，什么风都有。没钱的我们都称作你可以做工地风，全部敲一敲，你可以把椅子搬进去，工地风。有钱的叫做工业风，没钱叫工地风。这开个小玩笑，我们当然是不会这样跟客人讲话。OK， 那你可以从透背看到它的摆轮跟自动盘的旋转。那我觉得其实在一个入门的价格来讲，能够看到这样子机械的运作，其实已经是一个蛮浪漫的事情。我还记得我第一只表有透背的时候，我非常常一直就是在电脑旁边的时候，我就会把它反过来看，然后一直摇那个摆轮，就觉得这好有趣。为什么这个摆轮这么大？为什么这个whatever， 就是一个回忆。OK， 那留言区里面很常说这只表一点都不像 Casio， 我也同意也不同意。如果你把Casio 等于 G-Shock， 那我跟你讲，这真的是不像啊。你们等我一下。
什么是 G-Shock？ 我们今天就来解释一下什么叫 G-Shock。我现在手上这一支叫做 MTG 3000，我不知道代号是多少 ，MTG 3000，这个叫做 G-Shock。OK， 这个叫 G-Shock， 你们自己比比看，像吗？当然不像啊。卡西欧有说要把 EFK 100做得像 G-Shock 吗 ？No， 我在节目开宗明义我就已经讲了，今天我们要开的是 Edifice。OK，Edifice， 如果没有看过的人，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Edifice 过去的作品，你们就可以知道它其实是完全符合卡西欧在 Edifice 的美感跟设计的。我日前也陆陆续续，我从大学到研究所都各买过一支 Edifice 的石英款，便宜、好搭配、功能直接，然后日常定位上，不过只是把这个机械动力转换成石英，语言没有变，态度没有变。OK， 那它现在多了机械款，所以我觉得 OK 啊，这就相当于是 Edifice 的全新的一张脸，重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。OK， 那1个多月来我的佩戴的心得了。首先视觉尺寸我觉得是非常的大方，是39mm， 可是戴在手上我觉得有41、42的效果。基本上我平常就是短袖 T 恤、短裤，然后长袜，然后运动鞋。基本上我觉得它整个的存在感都是一种刚刚好，而且不宣扬，也不会让人觉得太过于张牙舞爪。那链带，我觉得它的整个削切跟整个光线的折射是很刚硬没有错，可是它戴起来非常的柔顺，却很贴手。长时间就算你打电脑、背相机、跑工地，它完全没有夹过我一次肉或夹到一次手毛。那打磨有精细，它的每一个边线都处理得很干净，然后折面利落，光影表现，我觉得是超过所有这个价位的。要说是这一个价位的所有表带，它称第1名，我觉得没有第2名，这个我没有夸张。然后再来是它电柱面盘非常的耐看，层次很好，阅读性也不会被这些电柱的纹路给影响到。那光一照，纹理就浮出来。我没有遇到所谓的会看不清楚的这些大家讲的问题。那便利性上的取舍，当然就是它没有快拆，也没有微调，然后是凤梨插销头。那你想想看，整个末端售价跟它整体的完成度，有一些功能是缺席的，但却换来的是手上的舒适度跟外观的质感。我觉得我是买单的，这个我一定是买单的，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。那 NH35 我觉得就是一个心安理得的选择，不炫耀，够用，好养，哪里都能修。以后我要保养这只表也非常的便宜。那谁该买，谁该先等等。我先讲就是想要第一支不踩雷的自动机械表 ，EFK 100几乎就是教科书的答案。尺寸友好，价格友善，维修容易。那再来就是 Casio 的旧与新知，你抽屉里有100的，也很多我们这个年代的小朋友，不是你，就是很多我们这个年代7年级生的朋友，那个抽屉一排拉开，全部都是 G-Shock。但你们有没有印象，就是我们以前都是很喜欢 G-Shock 这种厚厚的这种 Buffy 的这种壳，可是我们却没有一只专门属于 Casio 的 Casio 的手表。其实 Casio 自己做很多的电子表，但是这一次 Casio 在 Edifice 这个支线下面做了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、值得保留它一个永远的座位的 EFK 100。这只表基本上就是一表走天下，上班出游见客人 ，EFK 的设计语言、规格边界，把这些需求全部通通给吞掉了。所以如果你是强迫一定要买自制机芯、要长动力储存，然后要微调扣的人，那这支绝对不会是你的菜。当然你要的这个菜一定不是这个价格，这很实在的。但是如果你想要好看、好戴、好维修、好入手、可靠的日常伙伴，那 EFK 100绝对就是最对味的那一个。以它的做工跟完成度，蓝宝石100米防水 NH35 全球服务的这个可变性、便利性，再加上 Casio 的品牌的信任感，更何况它又是 Casio 历史上第一支机械表，我觉得光这一个光环就可以在未来有足够的话题跟收藏的趣味。那最后购买的一个小建议，手围比较小的，它虽然是39，可是它视觉上还是偏大，我建议大家要去实际上去现场戴一下。那如果是追求轻重量的，可以去试试看锻造款。那黑化的指针在某些
角度上它的可读性会稍微低一点。我觉得你们实际去门市上面看，感受会更直接。想要更顺手的这个表扣，我觉得它已经有 CNC 表扣，这我已经觉得很 OK 了。但是它没有办法有这个微调扣，所以夏天手账的话，必须要多准备一节链带，自己去想办法调整，或者是找外面的师傅调整。那一次应该是100块到200块，其实也不会很贵，因为你一年就调那一次而已。那如果喜欢面盘的层次，有白电柱、绿电柱、蓝电柱，每一支都很有味道。每一支我在现场挑的时候，我看了很久，因为我又很想买蓝色，可是我又觉得我有好多蓝色的手表。后来我想说，白的、银的，又白又银的，好像蛮酷的。OK， 最后我就选了这个。那当然，它还有那个碳纤锻造碳的那个面盘，那个也不错，但是我不喜欢。就像我的车子一样，我没有一台车子上面有任何的 carbon fiber 的改的套件，我的车子全部都是原厂的。因为我会买这个车，我为什么要改它？我就是因为喜欢这个车的配置，我才会改。那如果要去外改碳纤维，我不如在一开始菜单的时候，我就会先把这些选配勾一勾，这些 optional 勾一勾，直接坐船回来，我就不用再去改。OK， 我的结论 ，EFK 100对于 Casio 来讲呢，是一个很实务、很漂亮、聪明的一个开场白。它没有什么超级的规格，但是或者是超价格的大新闻，但是它一端出来，几乎每个人都吃得下、吃得饱，而且它还是很有这个质感的家常硬菜。这正是我心目中最 Casio 的 Casio， 它重新定义了我对 Edifice 的一个观感。我相信在接下来，他们一定会有更大的动作去推不一样的，甚或是计时码表系列的 Edifice， 因为毕竟计时码表是 Edifice 的经典。对，我觉得它是经典。当然，大三针在 Edifice 系列里面也是很有年纪的。那 OK， 好，那如果今天这支影片有帮到你，记得帮吉米按个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留言告诉我你们觉得你们带了这1个多月的 Casio EFK 100的最后的感觉是什么？是一个长线战略，还是一个一次性的长线？那白电柱我很喜欢，你喜欢哪一款呢？你们每一个人的留言我都会看，我也都会回。因为就是这个频道跟你一起，跟你们大家一起把表玩到有乐趣、有温度。OK， 不管是贵的手表、便宜的手表，他们终究都没有办法留住时间。但是每分每一秒的过去，我们都在创造属于你跟我的历史。吉米在这边，我希望大家玩表玩得开心，玩得健康，也更珍惜身边爱你的那些人。好，那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大家拜拜。